晚上好。走过多少？这小风，哎呦天！晚上好。减肥了没有啊？我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肥，一直都肥。可能是因为发型的缘故，看着瘦了一点。美颜调的过了，美颜调的过了，美颜调的过了。你的意思就是美颜大劲儿了是吧？这就是没有美颜，这就是有美颜。这差很多吗？没觉得呀。有没美颜，有美颜，有没美颜，有美颜。无美颜和有美颜有什么区别吗？我这没感觉有区别啊。这就是没美颜，有美颜，没美颜，有美颜，这有啥区别啊？啊？这不就是皮肤的状态吗？啊，这个是，哎呀，哎呀，调的不对劲儿啊！哎呀，我看没美颜啊，没美颜啊，对，没美颜，这是没美颜，没美颜，哎呀，有美颜没美颜，有美颜没美颜，有美颜没美颜，反正这肤色，肤色。对，这是有美颜还是没美颜？这是没美颜。自己啊，你再好的学校，如果说你情商不够的话，你出社会你不接地气的话也不行啊。没想我会这样做。没什么剧等好久，我们又不是专业拍剧的，
我们不是专业拍剧的啊，我们也需要生活，像苏明玉一样，对，苏明玉苏明玉怎么了？苏明玉是学校不好，苏明玉上大学了吗？我忘了。苏明玉上大学了吗？没，我都忘了，就忘了，差不多了。我从来没想过，不行，还是得开美颜，要不这脸蜡黄蜡黄的。开个美颜吧，这脸蜡黄蜡黄的不行。哎，这样这挺好。上了个什么师范，师范也挺好的。那些过去，什么叫公费师范？公费师范和私费师范有什么区别吗？这也不太懂。新剧不拍了吗？拍剧不是拍，不是拿手机就能拍，拍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事情啊！你们就是说把这个拍剧想的太简单了啊！拍剧不是说你拿手机完了找一帮人就能拍，那叫拍段子。公费不用交学费，那很厉害呀！啊，那很厉害啊，包分配还，那很厉害啊！国家培养啊，那真的很厉害，还包分配。哎呦，每个月都有补贴，哇，那很厉害。这种小孩儿，家里应该会很骄傲，对，挺骄傲的，这种很棒的。补贴是补贴什么？就是给生活费是吗？很厉害。对吗的，好，挺好。这应该都是学习特别厉害的，或者说，专业师范。为什么同样是师范，你为什么会有国家补贴呢？
我明白了，啊，就是类似于支教那种，是不是？就是偏远山区支教，然后为那边做贡献，是不是？哦，这样就可以让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一些孩子，既有学赚，不是既有学上，然后又有钱赚，啊，挺好，这个挺好的。晚上好。如果说让我重新来一次生活的机会的话，我也会去做一些，就是可能会有意义的事儿。我觉得现在生活还是蛮俗的，我觉得我现在生活是非常的俗，想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对吧？真的能，是不是？我觉得挺好。噔噔噔噔噔，这么样。我现在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哎呦，天天玩算吗？什么叫天天玩算吗？你在说什么？我现在就会觉得是自己的生活现在就很俗啊，就是就没有什么，没有做过太多就是感性的事情，现在都比较偏理性，所有的事情都偏理性。回忆起整个，就是起码这30多年都算是非常理性的一个状态。可能唯独的就是可能，哎，感情里也比较理性，就没什么意思。咋不出去旅行呢？旅行不需要钱吗？你这个18岁的小孩，你问这个问题，旅行不需要钱？噔噔噔噔噔噔噔。穷游，并不像穷游。我去重庆旅游了，是的，我出去玩了3天，花了1万多，就我觉得旅游太费钱了，玩啥能1万多？我光买酒就花了，买酒花了8、9千吧，对，买酒。我是买东西，不算是买东西，那个就算是去酒吧消费，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出去住酒店什么的都不贵啊，机票也都不贵，挺好。所以这个季节出去玩还可以，相对冬天来讲的话，就是算是便宜的，但机票就是
四五百五六百，酒店就是四五百五六百，我觉得挺好。这个季节出去旅游还可以。国内，你像我这次去了成都和重庆，气候也蛮好的，也是有1年多没去了。重庆我是第一次去，但是就在那玩了2天，觉得挺像香港的。我觉得重庆很像香港，也是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很像香港。重庆真的像香港，像香港像日本重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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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计划去的，重庆值得大家去，成都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的城市但是重庆我觉得适合大家去，晚上的夜景很漂亮，就吃东西有一点点重庆有一点脏，它不是脏，它是旧重庆它是有一点点旧，我去感觉就是旧而已，它不是脏，还谈不到脏。晚上好，你好。重庆不脏，火锅不建议大家吃。而我在重庆2天，我感觉肿了，肿了，我感觉都肿了。午夜电台没有，杭州挺舒服的，杭州是吃的东西不好吃，我去过几次，我觉得杭州我是不 OK， 我觉得一个城市像我们也不去什么景点打卡，我们基本上就是吃玩，逛吃。我们主要就是酒店然后还有一些饭店还有一些夜店这3个地方来回串。所以你要是饭店里的东西不好吃的话，我就不爱去这个城市。我觉得杭州的吃的都非常非常的，就只能说这个城市我不 OK。你要说重庆什么的，对，都完完全全不 OK。但是杭州一直都想去那个酒吧 Peach 去，Peach 应该很多我的菜，但是也没去。我旅游就是酒店、饭店还有夜店，就这3个地方，没有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你像我如果说跟朋友一起出去，他们还会去吃一些什么脏店就是那种苍蝇馆子，可能也会去。但我一般就是在酒店里，我也不爱去什么打卡地我们去了那个重庆的那个什么那个来福士我们去了重庆的来福士坐了一下那个飞跃重庆，哎呦我的天哪！你们谁坐过那个飞跃重庆？华莱士吧？不是华莱士，华莱士是个炸鸡来福士华莱士
谁没事去华莱士啊？华莱士是干嘛的？华莱士是干嘛的呀？不炸鸡吗？去吃炸鸡干嘛呀？我看这个说来福士的这个人是不是在他没有城市，他可能不知道有个商场叫来福士。免我蹉跎苦，免我蹉跎苦。天津啊，天津我也去过，我第一任不在天津吗？天津吃的就比较，天津也是吃主食的地方，然后也是吃的比较油啊。天津，跟北京差不多，我觉得就是饮食这一块吧，就是挺外来的，至于就是什么驴肉火烧啊，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煎饼果子呀，这个我都吃不惯，我都觉得太横了，就这种东西太横了，就吃不惯。我到现在你看我东北人我也吃不惯，就是大果子，就是那个什么煎饼果子，我吃不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一份啊，我基本上就是吃几口我不想吃了，但是有的人喜欢吃啊，我吃不惯，我觉得煎饼果子是我完全吃不惯的东西，哪怕就是你给我来一个手抓饼，我都能吃2口，但煎饼果子我觉得很奇怪啊，虽然说它跟手抓饼差不多，包子也吃不惯。就我觉得包子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吃不惯，太横了。就是谁没事吃小吃个包子呀？我的天！我觉得真正的小吃就是什么臭豆腐啊，什么煎豆腐啊，还有什么就是什么小海鲜呐，这种东西我觉得 OK。一上主食了，我就觉得那不是小吃啊。然后水煎包，你说吃2个啥都吃不下去了。而且你说吃主食这个东西吧，你就得配菜。我要干噎主食，我就觉得很难受。你就像你吃小吃的话，你不会，你点一个炒饭，我不太会。小吃我觉得什么就是那是什么小的章鱼小丸子啊，我觉得这个算是 OK 的。前2天我们去吃那个去吃一家那个耗儿鱼，
旁边有一家那个红豆沙，我觉得这个搭配很奇怪。就这边我吃着烤鱼，吃着米饭，然后这边我还吃着红豆沙。红豆沙相当于也算是一种主食，吃2口那个就是耗儿鱼我就没怎么吃了，因为吃饱了呀。就这种东西我都吃不惯，包括他们还有吃那个什么冰汤圆的，哎呦我的天！我说这吃完了能行吗？能晚上能吃进去吗？那个东西真的是冰汤圆，谁发明的呢？吃完啥也不想吃了。炸汤圆不是也主食吗？天！小吃我看我爱吃什么？小吃我爱吃那种，我最爱吃的小吃是那个淀粉肠，淀粉肠爱吃，但是淀粉肠吃一个也够呛，然后还爱吃那个小的冰糖葫芦，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4个那个小冰糖葫芦，没啥了。现在因为在这边饮食都比较清淡了，炸鸡，就是那个广东有一些潮汕人爱吃炸鸡，你是潮汕人吗？就有一批潮汕人会爱吃那个炸的那个鸡肉什么的，鸡块啊什么的，我觉得很油，那么准，就是真的有一群，我身边有一群潮汕人爱吃，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炸鸡，他们还在大夏天吃，我说炸鸡那多油啊，油死了。炸鸡翅，现在就是饮食习惯都改变了，我现在让我想起来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广西南宁那个夜市里边的那个丁螺，广西南宁夜市里边的那个小摊儿的丁螺，它是蘸着柠檬汁儿吃那个丁螺，我的妈呀，我的天呐，这怎么那么好吃啊？广西南宁，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夜市，里边啥都卖，然后就有那种小摊儿卖一份丁螺，蘸着那个酸酸的那个小汁儿吃那个丁螺，我去，对，真的我能回忆起来好吃的东西就是这个，还蛮新鲜的。之前对南宁没有什么印象，也没有什么好感，后来因为去了那个吃了那家，就是那个夜市，我觉得哇，这南宁，很清爽，吃的很清爽，就哪怕他的那个老有那个螺蛳粉啊，我也觉得比外地的要好吃一点。那个螺蛳粉叫螺蛳粉，但是就是太辣了，反正就是一个就是南宁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蛮厉害的，是老友螺蛳粉吗？反正就是一个，哎呀，就挺出名的在南宁。
南宁啊，不是长沙。好吃，但是就我吃就是辣，再有其实就没什么，比广东这边好吃啊。夜宵的炒田螺不好吃，夜宵的炒田螺就是没有那个南宁那个惊艳。南宁那个我也忘了是怎么做的了，反正就是蘸着，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那个柠檬汁儿啊，就那个蘸料特别清爽，特别提鲜的清爽。我是不爱吃螺蛳粉的，然后但是我在南宁我也吃，把一碗都吃完了，就是太辣了。而且他那个店确实臭烘烘的，你在外边就觉得这屋里一大堆死耗子，但是里边也是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人在吃，而且我们去的时候都2、3点钟了，过了饭口了，还是那么多人，就是好吃，剩下让我怀念的，其实就是东北有一个叫烤肉拌饭的东西，你们吃过吗？就是哈尔滨有烤肉拌饭，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我就怀念烤肉拌饭，就是因为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东北的烤肉拌饭就是它会跟其他的烤肉拌饭还不一样，它是那种就是外卖算啊，但是东北的烤肉拌饭它会有一些配菜，就比如说会有一些豆皮儿啊，然后那个土豆丝啊，会配一些东西，会配那个就是那个茄子啊，炸的那个茄子啊，我的天，超级好吃。我在外地没吃过，我是东北哈尔滨的呀。我前2年回了一趟东北，然后就是我馋的不行，然后大早上我点了一份那个烤肉拌饭，好吃。其他地方没有这些配菜。然后东北还有就是，我觉得东北最好吃的还是盒饭吧。东北的那种就是10几块钱的盒饭非常好吃，你要再贵了我就觉得不好吃了。东北的盒饭你要是贵了的话，就有点像饭店做那玩意儿似的。但是你要是便宜的那种盒饭，它就是盒饭味儿。臭到底是啥玩意儿在臭？它是在那个酸笋在臭，它不是那个其他的臭，是酸笋在臭。然后我看看还有其他的美食。成都就是耗儿鱼啊，耗儿鱼啊，成都是耗儿鱼。长沙就是口味虾，我觉得长沙的那个口味虾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长沙的口味虾不是那个，你们知道现在全国各地都会有一个就是长沙的一个那个小龙虾，那个其实不好吃，你要去长沙本地的夜市去吃，非常有滋味，而且就是有点辣，但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虾真的是好新鲜，然后又入味儿。咱们吃就是外卖吃那玩意儿都是泡好久的，就是就可能才会有味道。烤冷面哪里最好吃？烤冷面也是原始的最好吃，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烤冷面里加的那些东西跟煎饼果子加的都是一样的，它就是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那个原汁原味。你像我们小时候吃的是5毛钱一片儿，只加鸡蛋加洋葱，没有现在什么又加什么辣条啊，又加这那的。我们那个时候是5毛钱一片儿，刚出现在他妈5块钱一块，5块钱一碗，我的天呐，我就觉得神经病，吃不起。5块钱烤冷面，我们从5毛钱开始吃到5块钱，
加的乱七八糟的，都要8块了啊，我都好久没吃了。剩下也就没啥特别想吃的。然后海南的蒸海鲜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就是海南的蒸海鲜啊，蒸汽海鲜，非常非常的鲜啊，配着他们那个蘸料，就是他们会给你调汁儿，蘸的那个小汁儿，我的天，绝了！蒸海鲜，反正我就出去玩也就吃点东西，噔噔噔噔噔。广东肠粉我吃不惯别人家的，我只能吃得惯。就广东肠粉，我最爱吃的是那个普宁的肠粉，就它是那种粘的那个浇头，不是那种就是酱油的浇头，就是普宁的那个黏黏的那个浇头，我觉得是好吃的。但你要说那个就酱油的那种浇头，我觉得不太入味儿。你们可以尝尝普宁的那个肠粉，哇，好棒！然后牛杂也可以吃我一开始不去吃牛杂，是拍那个小茉莉的时候，我们那天没什么任务，然后我们跟龙二一起去那个夜市，然后龙二看了牛杂就馋的不行，然后他就给我推荐，我说我吃不惯，那个时候还吃不惯，后来我们拍戏的时候他又买了一次，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你真好那句台词的时候，他也是买了牛杂我记得，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吃了几家也不好吃，后来找到一家好吃的牛杂确实好吃，牛杂也好吃，然后我觉得然后就是那个上海吃日料吧，上海可以吃日料，就我觉得上海好像好吃的就是日料，上海也不好吃，上海也不好吃，我记忆当中上海就是吃日料，杭州就是那个就沿海那一带吃日料就好。去重庆几天？去重庆3天，3天就回来了。老王让你去北京喝酒，要一起去吗？我最近没时间，北京可能得过一段时间再去。最近可能要去一趟长沙，可能要去长沙，15号可能要去一趟长沙，然后陪朋友办点事儿。从不当导演了，什么不当导演了？什么意思？当导演这个事儿不是，当导演这个事儿不是说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什么当导演不当导演的？你这个东西它不是你们想象的，我这次那个，我给大家讲个事儿，就我这次去那个重庆回来之后，然后我还是想做一些影视方面的学习嘛，
我就想做一些就是想去学校去学习，然后就给很多的做影视的朋友都发消息，我说那个想学一些摄像的技术方面的东西应该去哪儿学，然后其他的朋友都跟我说最好是进剧组去给找一个师傅去进剧组学，因为这个行业吧，就是就算是学校教，他其实也教的不是说特别接地气，他可能更多理论的东西，更多的还是要实践。或者有很多朋友就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些经验了，你自学就 OK。我说自学这个东西就面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弄。然后身边有一个人跟我说，那你还不如去学导演呢。还不如学导演。我说那行吧，包括跟何小斗也在聊这个事情。就聊，然后就聊到北京现在的那个影视行业都发展的非常非常差。北京的影视行业，就之前我剧组里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每天，疫情前他们每天就活不断，一个活大概一天大概能赚1500左右，他们一个月能赚个能工作个20-30天，一天1500，一个月就4-5万块钱呢。这一个就是摄像师就像一个摄像师，他保守估计也能工作个20天，20天那这以1500算的话，那也是3万块钱。所以就是之前影视方面的东西拍摄这块就是大家赚的非常多，但是因为疫情之后，再加上北京的这个年轻人走了，然后企业支撑不下去，传媒公司陆续的搬到郊区，或者说去了杭州，所以就是北京的影视公司其实倒了很多大家都不赚钱，然后导致了这些就是拍摄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活干。我听了以后特感慨，你知道吗？就觉得现在真的是他们就是一个月大概也就能工作个10天左右1500，15000，15000左右15000左右，其实也还行。但是有的时候不好的情况下，他可能连15000都赚不上，那就是明显有差别所以我现在北京的好多朋友市区的房子都不租了，都跑郊区去租房子了，因为他们要减少生活成本。想想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好难。我那天就跟他们在聊，北京工资这么高吗？我最怕我直播就是有人听不懂，就我最怕我的直播有人听不懂，就是我怕我直播有人听不懂。我感觉学校好难学到实际的东西。学校大概我觉得学校大概能学到30%左右，剩下都是实践当中你去学的学校大概你4年的时间，你能学到30%的东西是差不多了。剩下都是你在实践当中，你必须得去真脚踏实地去在社会里去干这个东西，你才知道原来是这样，或者说会遇到这样事情，然后你去解决去面对你才能真正的成长。学校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谢谢这个杠杠同学所以大家真正该紧张的其实是步入社会之后的工作不是在学校那点破事儿。我在学校我觉得考进去以后，大家只要不荒废时间，我觉得都 OK 就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上学的时候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压力在后面。步入社会以后，我觉得是生存压力很大的。你们就想想在一线城市啊，一线城市可能每个月的生活成本，都很夸张的。就以北京来讲的话，我几乎在北京，我现在看不到2000块钱的房子啊。在北京来讲的话，我几乎看不到2000块钱的房子，但是呢，我能看到5000块钱的工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可能你要拿出你工资的一半去付房租。你想这个这个是不是很夸张？你收入的一半你都要付房租，正常的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可能1/3去付房租就OK 了，但是北京是得拿出一半，而且北京的交通费用也比较高，生活的就是花销也比较大比较大。县城还有2500的工资，但你们县城一定会有600块钱的房子，是不是？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我个人会觉得合理的一个薪酬，就是说，你拿出30%去租房子，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那你要是超过30%去租房子，我觉得太夸张了，这就不适合生活呀。你再怎么努力，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是非常非常辛苦，后期的能有多高的回报率，我也不确定。就是我觉得新一代的小朋友真的压力好大。一线城市是这样的。反正在北京因为我可能马上要去北京了嘛，然后我最近就在看房子，然后我就说北京压力这么大。一方面那个抖音上报道的是什么？就是今年租房子基本上租不出去，好多的房东没有人租他们的房子，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租金依然没有减少。我本来就是想着说跟朋友一起租一个别墅，然后小薇呀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3个人住，然后但别墅都比较偏远嘛，但是我们又没有其他事做，所以就打算租个别墅。然后我预计的这个别墅的费用大概就是在12000左右我预计的费用是在12000左右一个小别墅。12000你租个屁而且是特别偏的地方，12000你租个屁呀，22000能租一个别墅，22000一个别墅，我的天，22000一个别墅，每个人得付7000块。对于小薇他们来讲的话，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花这么多钱去租别墅，而且别墅都是年付。所以，生活压力太大了。我自己就想过这个问题，我就说，要不要去北京？北京压力好大，好大。所以大家还去北京吗？我是真不想去。北京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来气。
但其实我在19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房租我租了一个两室一厅，在北京的东五环，每个月也房租6500，一年光房租都要7、8万块钱。所以那个时候，哎呀，你就觉得，虽然说我觉得北京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忘我的地方。北京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地方，因为，他做这个自媒体的人会比较多，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聊的也是都是这些东西。你现在你看我在广东，身边几乎没有人做这行。我在广东这边，我没有志同道合去聊这些人，就没有身边大家对这些不感兴趣。在北京都是做这行的，所以，我觉得去北京可能不是我想去北京，是我必须得去。你在这边没有人做，没有人做这个影视相关的东西，都在杭州，都在北京，这个东西我真的没办法。所以未来，无论去北京也好，去日本也好，想想都头疼。为什么不去杭州呢？杭州没有北电呢？杭州没有北电呢？今年还是想去北电去试一试，还要去面试一下，也马上到了面试的，我记得去年是6月份，今年还是想往北电去试一试，还是报一报导演，进修一下导演。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去国外去国外去学学，还是这不能满足于现状，还是得努力，还是得拼一把去日本学什么？去日本学语言，学完语言以后，然后上那边的去读那个影视相关的，去读影视相关的，首先要学语言，学无止境嘛。现在经济也不好，你做什么东西都不行。现在投资的人也少，大家有钱人都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趁这个机会赶紧提高一下自己。好多人都是按兵不动去韬光养晦，是不是？在国内拍的挺好，为什么要去日本学习？你觉得你拍的好了，你觉得你拍的好了吗？我不觉得我拍的好了，而且就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人永远要去突破，永远要去学习。
你拍的东西你觉得很好了，起码我没这么觉得，我都会觉得，无论说我的音乐呀，我的电影，就是那个影视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它都是不及格的，它都是需要系统的去学，因为我之前没学过，全都是野路子，就是没有正规的去学习。那我觉得这东西你拿不出手的，还是要把它完成的，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你自己能达到你自己的满意。如果说你自己都不满意的话，你又怎么能让别人满意呢？对不对？一般的足够了，可能每个人对自己要求不一样，你可能觉得你做一般人就够了，我不想，我觉得做一般人还不如不做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啊，这个我想跟别人经历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就是你的生活就会很辛苦，或者说很动荡，对，就像经常我能现在在抖音里边听到一句什么鸡汤，人为什么要为什么幸福什么安稳的生活而愧疚呢？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最近能不能刷到这句话，就是人为什么要为什么安稳什么生活而愧疚呢？怎么样？我觉得是要愧疚的，是要愧疚的。人越安稳，其实丧失的能力会越多，就是你的能力就在减弱。当面对一些突发事情的时候，你就解决不了了，你就没有办法保护别人。所以当然可能对于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管好我自己就行了，那这句话对你就是没有任何作用。但我会觉得说，生活的价值其实是被需要就你生活真正的一个愉悦的点是被需要，你有能力如果说你自己想去体验人生的那种快乐，这几乎是不太成立的。就比如说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你会快乐吗？你会快乐吗？我不会。我让别人吃到好吃的，或者说我跟别人一起吃的好吃的，我会快乐。我看他吃的好吃，我也觉得好吃，然后我俩一起去分享这个快乐，才叫快乐。你自己吃，你怎么跟别人分享呢？就像我有的时候，我的一些之前的朋友，然后他们见到我以后，他们说你现在好火，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身边的朋友都看你剧了那个之前没看出来你有这方面的能力现在大家都看过你的剧，你现在真的好火。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去国外玩，他们也在说那个你的那个片子在日本也很火包括那个我有一些朋友去日本玩的时候，日本的酒吧里也放的是我的电视剧，然后包括那个就我们的演员去泰国，在路边也被认出来，就说你是不是演了什么什么什么剧？那种感觉是很美好的，那种感觉特棒，就觉得
这才是幸福，而不是说你演了一部戏，然后你无人分享，无人去看，你自己在自嗨。我觉得那个不是幸福，是被人认可、被人需要的那个过程是幸福的。就像你好像很有钱啊，你有很多钱，但是别人不知道你有钱，就没什么意思。你有钱且被大家羡慕，别人知道你有钱，我觉得这个才是幸福啊。能帮助到别人也是一种幸福。对每个人幸福点不一样。知道的话会借钱来吧？知道的话会借钱来吗？我没有过，几乎没有人找我借钱。如果说你身边有人知道，你有钱了，然后是找你借钱的话，可能你的圈层可能，是不太对的。对，你的圈层可能不太对劲儿啊。可以不借，当然可以不借。你有钱，反正我身边，你看我家里，我家的亲戚啊，都知道我好像有很多钱。因为我家里的亲戚其实，都算是没什么钱的人。然后他们知道我有钱，而且我也是跟他们是出柜的状态，他们可能就不太认同。但是呢，他们依然会挺认同我的那个就是有钱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没找我借过钱。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出柜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平时跟他们接触并不多，他们不敢借。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得太近呢？喜欢我，你是阿尔巴尼亚，你是国外的吗？山东人啊，山东人长得都挺高的，对不对？山东人我觉得比东北人要长得高啊。山东很大，大我不知道啊，我就觉得挺高的啊，山东人。你矮啊？170还好，170也不是矮。啥时候谈个新对象？没有，就是你们能懂吗？其实我现在也会有人喜欢我，然后就我觉得这个人也很好，但是我没有想跟他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想，就是你经历过一段感情，然后你不想，就觉得就好比就是说，
你卖了一套房子，然后你暂时一段时间你不想买房子了，或者说你养了一只狗，然后狗死了之后，你暂时也不想养狗了，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暂时不需要。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吧，让你会觉得还没有，没有过去，所以就是，我觉得新感情可能会2、3年之后吧，我初步的感觉啊，因为我谈了这段感情谈了2年多，所以就没有，我就觉得，就觉得，就挺累的，挺累的，我觉得感情挺累的。你没和龙二在一起？我没有啊。23岁又老了几岁？23又老了几岁？23年又老了几岁？又单身了。是啊，又单身了。你是一直单着吗？请问下一部什么时候拍？不确定，可能今年会拍，不确定，我只能说不确定。学日语学到哪里了？觉得很难吗？我没开始学呢，我几乎我都要去日本去学。如果我学日语的话，我可能会去日本去学。在国内，我觉得暂时没有。但是25年了，你的努力呀，得努力呀。不想看别的，拍剧其实是需要投资的，我们暂时没有投资。如果说让我自己拍的话，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点钱，我可以自费的去拍这个东西，但是可能就需要比较好的准备，就是因为这个是花自己的钱，可能要值得。之前花别人的钱，可能赶紧拍吧，拍多少就拍什么样就什么样吧，反正就是别人出的钱。现在就自己的钱，希望就是它很值，所以我们在筛选剧本啊，筛选演员。之前真的投资也好找，现在几乎大家都没钱了，还是我觉得自己投点吧。有龙二吗？不确定。我们拍剧不是为了演员去拍的，我们拍剧是为了剧本拍的，所以不确定有谁我们也从来不担心，就是什么没了他你不看了有了他我不看了什么的，这个那这的，我们就是在拍这个东西，就是自然而然会有新的演员，新的火的人，新的剧情，都不会去担心这个事情。喜欢你跟龙二拍的，又感人又好。之前我跟龚大虎拍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你看龚大虎不拍了，现在代替龚大虎的是龙二，也会有人代替龙二的，一定是这样。有了新演员，大家会说那个你们演的真好，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还执念于龚大虎？没有了。所以人都是善变，没有什么专情不专情的啊。
是啊，所以就是没有什么谁拍呀，谁不拍呀，没有他不看呐，就我们就是在拍，我们就是在完成自己的想法，如果你们真的想让谁出现的话，你给他们众筹，你们来给龙二众筹，1集给他10万块钱，他就过来拍了，不存在这些东西。有新剧就会发新歌，有新剧就会发新歌。该剃胡子了。不行，吹不到那个音。别把自己弄得很沧桑的样子。本来我就是一个比较沧桑的人啊，肤肤都被你涂完了是什么意思？本来我就是一个比较颓沧桑的人啊。年纪也不大呀，跟年纪有什么关系啊？年纪大就一定沧桑，年纪小就一定不沧桑。为什么网易云没上架在意我？那个在意我是收费专辑里边的一首歌，很多人买了收费专辑，所以就是人家花的钱去买的这个东西不能免费的发出来，能明白吗？这回我解释的 OK 吗？就有些东西不是说大家就是都能在网上白嫖，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作为收费专辑就出售了啊。那我们既然就是赚了一些为了这个音乐去买单的人的钱，我们就不能说把人的钱然后就是扔在大海里边啊，所有人花钱和不花钱都一样，然后大家都能听到这首歌，不太可能啊。还是以前的屠夫吗？我是那个华丽转身，我是那个穿越回来的啊，你们看错了，我是林品如。雨纷纷，我不光学了游泳，我还剪短了头发，把那个手上的痣给去掉了。
有新作品没有？没有的，没有。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去归来仍是少年，去归来仍是少年。能给我们讲讲你分手的故事？你想听哪一段？小大夫啊，小大夫，可以啊，可以讲。我跟小大夫，我得先讲我跟小大夫是怎么认识的，对不对？你们要听我们怎么认识的？雨纷纷，雪不离草深。聆听是没人听，还是你们是想听？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你是怎么心动的？我就从头讲吧，要不然的话，就很多都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我讲这个，整体的过程里边，大家自己去找答案。我跟他真正的认识，其实是我开酒吧之后。然后开酒吧之后，他来我